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广告能比得上这部电影的威力。它让抑郁症和一个抗抑郁的药家喻户晓，还让美利坚合众国赢得了一个抑郁症合众国的绰号。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它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把一个抗抑郁药变成了当今社会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下这部电影。大家好，我是杨景端医生。前一段时间日本影星三浦春马和中国围棋国手范若晕都是因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十分可惜。我在前期的节目呢，对他们的案例做了深入的分析，激发了观众的兴趣。大家希望我多聊聊关于抑郁症方面的知识和治疗。作为一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当然我非常愿意这样做，也有责任这么做。但是呢，精神病讲起来比较困难，有的时候呢也比较枯燥，而且每个人的抑郁症都不一样，连病人自己都很难讲得清楚，周围的人呢看起来更是雾里看花，莫名其妙。听说呢有很多电影把抑郁症的病人呢搬上了荧幕，我就非常好奇，我想知道他们在荧幕上是怎么样抑郁症的病人表达自己和表现自己的。那么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我如果看这些电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下面我们就谈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根据同名自传小说改编的，它叫《百忧解国度：美国青少年抑郁症》。这部电影有几个重要的特色。第一呢，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的主人公叫伊丽莎白·伍兹尔，小名叫 Lizzie， 是一个在纽约上西城长大的女孩。第二呢，它讲的是自己的故事，没有人能比自己更能够体验自己内心的感受，了解自己的思想。最难的是把自己酗酒、吸毒、乱性，对朋友和家人恶语相加，这些在外面看来都是病态的情感、行为和思想公布于众，这需要很大的勇气。第三呢，讲这个自己真实的故事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作家。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在《17岁》这个杂志上发表了描写他父母离婚对他的影响的作文。他因为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而获得新闻学奖学金，被哈佛大学录取。他用极为生动和准确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的抑郁症和他对家庭、爱情、生活、事业的困惑和向往，所以就让这部电影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价值。第四呢，他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他为哈佛大学学生杂志音乐专栏写的文章获得了顶级音乐杂志 Rolling Stone 的大奖。写作呢，成了他人生的价值体现和追求的目标。他在哈佛的经历呢，还顺便让我们看到了80年代哈佛大学生的放荡的生活方式。要想理解 Lizzie 的所作所为，首先我们就必须了解他的父亲。他的父亲 Donald 是一个脾气暴躁、酗酒吸毒、不负责任的家伙，好像除了喜欢摆弄照相机以外，也没有什么正经职业。他在 Lizzie 不到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 Lizzie 和他的母亲。他在以后呢，很少出现在 Lizzie 的生活当中，对 Lizzie 没有什么贡献。偶尔带 Lizzie 去看个电影呢，他自己还在电影院里面因为吃了镇静药呼呼大睡。可怜的 Lizzie 呢，把一个电影看了3遍，他爸爸才醒过来。在 Lizzie 上大学前连续4年，他完全从 Lizzie 的生活中消失了，没有电话，没有地址，完全没有联系。当 Lizzie 恳求他支付自己的治疗费用的时候，父亲一口拒绝了，因为他没有工作，也没有住房，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最可恶的是，他不觉得这跟他自己有任何关系，或自己有任何错，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 Lizzie 和他的母亲身上。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就是 Lizzie 的父亲很可能有精神疾病，没有得到正常的诊断和治疗，通过酗酒和吸毒来自我麻醉。不仅如此，他还有明显的人格障碍，完全没有反省和接受批评的能力。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Lizzie 很可能有精神疾病的遗传因素的存在。他父亲的所作所为给他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也影响了 Lizzie 本人的人格发展。Lizzie 在心灵深处缺乏安全感和父爱，就像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洞，永远都无法填补。这样的人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寻求对这个空洞的填补，对异性强烈的依赖和追求，以及填补失败以后难以言表的失望和愤怒。因为这个空洞真的是
没有人能填补的。在影片中啊，我们看到 Lizzie 啊，用随便的两性关系来弥补内心的空虚，把私密的性爱拿来公开炫耀，开什么破处晚会，这直接伤害了她的第一个男友 Loya。她对第二个男友 Rafe 的强烈的占有欲和自己严重的不安全感，在这个影片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在舞会上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对 Rafe 示好的时候，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当 Rafe 想向他解释的时候呢，他在餐馆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勃然大怒，摔杯离去。这个高大帅气啊、心地善良的德克萨斯小伙子啊，他真诚的道歉呢，赢得了 Lizzie 的谅解。在一番男欢女爱之后呢， Lizzie 的内心啊产生了一种非常阴暗的感慨。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把自己的爱人杀死、吃掉，甚至攥着他的骨灰，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的占有他。圣诞节期间呢，她的男友 Rafe 因为家中有事，不能和 Lizzie 回纽约来见她的妈妈时， Lizzie 感到非常的失望。Lizzie 也在纽约和她闺蜜的短暂的会面中，连续10次给她的男友打电话。当她的男友不接她的电话时，她无法控制内心的被抛弃的恐惧，她不顾一切的坐飞机来到奥斯汀 Rafe 的家。她想当然的以为 Rafe 一定在家里有另外一个女朋友。当她发现呢 Rafe 只不过是在家里帮助她妈妈照顾自己患有自闭症或者精神发育不全的妹妹的时候， Lizzie 呢不仅没有同情心，反而指责 Rafe 是在从帮助妹妹的痛苦中得到某种满足和快感。其实 Lizzie 知道自己的这些指控都非常的荒唐，但是因为 Rafe 不能跟她一起过圣诞，她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愤怒。她就是这样活生生的把 Rafe 从她的生活中给逼走了。Lizzie 幸好有一个很好的母亲，在遭受婚姻不幸以后，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 Lizzie 的培养上，对她寄予无限的希望。Lizzie 小的时候不太合群，所以她妈妈让她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看歌剧，上博物馆，特别是写作。这让我想起了三浦春马的妈妈，她的妈妈也是这样把三浦春马培养成一个演员的。母亲超高的期待是 Lizzie 上进的一种动力，但是呢，也是 Lizzie 身上呢背负的沉重的压力。如果你也是一个父母的话，千万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压在你的孩子身上。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但是呢，不要指望他们一定要去实现，因为每个人活着的使命都是不一样的。影片中的母亲呢，是一个高挑、衣着打扮完美、勤奋工作、表面乐观又富有神经质的人。她不停地抽烟，加班加点的工作，很少和男友约会，都是为了能够支付 Lizzie 完成在哈佛的学业。她希望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给 Lizzie， 也希望 Lizzie 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无论在外人和家人面前，她都表现得异常的坚强，对自己父母隐瞒着自己内心的痛苦和 Lizzie 的病情。为了给 Lizzie 看病啊，她母亲从富有和安全的曼哈顿西部上城搬到了一个显然比较贫困的地带，一个公寓里去住。也就是在那里，她被强盗打劫了，而且打伤住院了。Lizzie 的母亲呢，也有崩溃的时候，每次崩溃啊，都跟 Lizzie 上学的学业有关。她的一生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就是为了让 Lizzie 上一个好的学校，有一个好的未来。让 Lizzie 母亲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她发现 Lizzie 竟然和她的父亲偷偷的通话，并且误认为她的父亲在支付她的治病的账单。在她母亲的眼里， Lizzie 的所有问题都是她父亲造成的。Lizzie 性格中啊，有一些美好的一面，都跟她的母亲非常有关系。当她发现母亲真正生气的时候，她总会放下自己的脾气来安慰她的母亲，向她道歉。当她知道母亲被人打伤的时候，她万分的着急，放下手中的一切，回到了母亲身边，坚持照顾她，一直到她出院。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百般疼爱她的母亲， Lizzie 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有评论说她的母亲啊有过强的控制欲，也许是的，但我们必须知道 Lizzie 是一个非常难以控制的人。我个人认为啊，她的母亲做了她所有能做的一切。如果还要吹毛求疵的话，也许她应该
在 Lizzie 很小的时候就给她找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继父。但是呢，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好男人太少了。那么大家是否可以猜一猜 Lizzie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得上抑郁症的？影片告诉我们，当她的妈妈发现 Lizzie 来了例假的时候，突然紧张起来，说一切麻烦都要从这里开始了。果然如此。虽然她妈妈说的是一个经验之谈，但是呢，在医学上来讲，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人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啊，由于性激素的变化，让身体呢一些变异的遗传因素呢得到了表达，从而产生了身体里生物化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呢，会造成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一些疾病。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有父母会说，他的孩子进入了青春期以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影片中上中学的 Lizzie 呢，坐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抱着一个专式录音机在听音乐，同时他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在自己的腿上深深地划了一道，鲜血直流。其实啊，很多青少年啊，在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和抑郁的痛苦的时候啊，常常用这种自残的方式呢，来缓解自己的痛苦。这种行为啊，不仅能够帮助他们释放内心压抑的愤怒，也会让身体产生一种内啡肽。这种内啡肽可能产生一种良好的感觉。当然了，运动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替代品。在影片中啊 ，Lizzie 把她的抑郁症描述成一种内心深处的黑浪，逐渐的，然后又突然的吞噬了她。她睡觉醒来啊，疲惫不堪，早晨起不了床。注意力不能集中，完全没法写作，内心充满了郁闷和无聊的情绪，他恨不得早晨不要醒来。在影片中啊 ，Lizzie 大部分时候都是不快乐的，遇到一点点小事，他都会往最坏处去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呢，他看到的都是事物非常黑暗的一面。Lizzie 呢，向他的心理医生承认自己无法控制自己要说的话和自己的行为。他说自己在梦里面都在重复自己应该和想说的话，结果呢，在现实生活中呢，他真正说出来的都是相反的，因为他的行为完全被他的情绪，被他愤怒的情绪所控制。事后他很后悔，但是又无法控制自己。抑郁症的病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应对他们这样一种抑郁的体验，他们常常采取一种错误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痛苦。当 Lizzie 因为抑郁而不能够顺利写作的时候， Lizzie 就熬夜拼命的去写。早晨4点，她大声的放音乐，服用可卡因、摇头丸、大麻、酒精来刺激她写作。结果呢，她的大脑虽然高度兴奋，但是毫无效率，几天几夜不睡觉，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反而呢，让自己住了精神病院。Lizzie 呢，还用乱性的方式来应付自己内心的抑郁，为此她伤害了她的好友，也是室友 Ruby。当她真诚地向 Ruby 解释的时候，她说：“我会做任何事情来改变我内心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抑郁症病人的行为表现的时候，其实呢，都只是他们在用一种不一定健康的或者是错误的方式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是这些行为让周围的人看来呢，就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他们产生误解，认为他们本身就是吸毒者，无可救药，认为他们这样错误的应对方式呢，让他们的抑郁症和生活变得更加的复杂和难以应付。其实电影里表现的 Lizzie 啊，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抑郁症的患者，因为她不仅有抑郁症，还有创伤应激后综合症。她过去受到的精神创伤啊，常常会回闪到他现在的生活中来。在电影里面啊，我们看到他第一次的回闪呢，是在 Lizzie 看到他爸爸带着他的女友来到哈佛大学校园来看他，在他的门缝底下呢，给他留了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和他爸爸的电话号码。这时候 Lizzie 就非常强烈的回忆起他爸爸给他拍这张照片时候的情景。他当时怯生生地向他爸爸问是否能够和他妈妈和好，回到家里来。他的父亲非常粗暴地拒绝了。所以当 Lizzie 看到他爸爸在从他生活消失4年之后又出现在他的生活的时候，异常的愤怒。电影里第2次回闪呢，是当他妈妈面对他的抑郁症复发表现出的歇斯底里的无助和绝望。
影片呢闪回他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在电话里面对对方大声吼叫，指责对方，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造成了严重的创伤。第3次回闪呢，是当医生建议他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影片中出现了他小时候怯生生地坐在一个沙发，面对一个高大健壮、长着胡子、看着很有权威感的男性医生，要求他说出自己的内心世界。对 Lizzie 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所以 Lizzie 马上就拒绝了心理治疗这个建议。最后呢，他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呢，他拒绝讨论他小时候的问题。回避是创伤应激后综合症的常见症状。Lizzie 的父亲在他2岁的时候就抛弃了他们母女，以后呢也很少在他生活中出现。在他上大学4年，他的父亲消失得无影无踪。被父亲无情的抛弃在 Lizzie 的心中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空洞和创伤，和对被抛弃的强烈的恐惧感。这个经历呢，注定在 Lizzie 的人格特征中呢，有对被抛弃的恐惧和对填补内心空虚的不断追求，以及得不到满足以后的巨大愤怒。这呢，都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特点。Lizzie 对高大帅气和聪明的瑞夫十分喜欢，在他眼里，瑞夫就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男友。但是他发现瑞夫不能跟他一起度假的时候，瑞夫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变态撒谎的大坏蛋。这种把同样一个人一会儿说的完美无缺，一会儿说的一无是处，都是边缘性人格的一个特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人总是在相对正常的生活和危机的边缘上徘徊。生活中出现压力，比如说必须按时交出文章，或者在失恋的强烈打击下，他的人格在瞬间就变成了精神病态。Lizzie 呢，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边缘性人格让周围的人呢常常无所适从，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们。他们又会表现得像天使，又会表现得像魔鬼。你在他们那里又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又是一无是处的。他们内心无法控制的愤怒常常发泄在最不该发泄的人身上，也就是他们最亲近的人。Lizzie 就是这样把他的室友和最好的朋友 Ruby 的心情破坏得一塌糊涂。用他自己的话说， Ruby 脸上充满了悲伤、挫折和绝望，他把 Ruby 内心的快乐彻底的给毁了。在这部影片里面呢， Ruby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哈佛女生，她情绪稳定，起居饮食娱乐都有节有度，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 Ruby 呢，在被 Lizzie 伤害之后呢，仍然试图帮助她，她只是不知道自己如何来帮助 Lizzie， 所以呢，经常感到非常的沮丧。其实在生活中你如果碰到像 Lizzie 这样的人的话，你也会有和 Ruby 同样的感受。他让你产生的内心的感受，也恰恰是他自己内在的体验。如果他让你感到沮丧，他的内心一定是10倍以上的沮丧；如果他让你感到无助，他的内心是10倍以上的无助；如果他让你感到郁闷，他的内心就是10倍以上的郁闷。这是一个非专业人士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一个人的抑郁症到底有多么严重。当他最后一次有机会刻薄地攻击 Ruby 的时候， Ruby 哭了。这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我哭不是因为你对我刻薄，而是我难以想象作为你这样一个人是多么的痛苦。但是从此 Ruby 也离开了他。影片中 Lizzie 对心理治疗极为抵触，但是当他问题严重的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他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他表现得很不合作，拒绝讨论他儿时的经历，不停地挑战心理医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心理治疗对他产生了作用，比如他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勇敢地向 Raph 表达他对他的爱慕。Lizzie 成功地获得了 Raph 的感情，但是就像我们知道的一样，他的人格问题让他不能够维持和一个人的正常关系。Lizzie 把他爱情失败的愤怒发泄在他的心理医生身上，责怪心理医生鼓励他去相信别人。在我看来，影片中的心理医生表现的还是不错的，非常专业，也有技巧。心理治疗能帮助 Lizzie 这样的病人学习更健康的应对方式，用更全面、更符合逻辑、更辩证的方法看问题，从而不产生一些扭曲的思维。因为这些扭曲的思维会让人产生一些扭曲的情感和行为方式。
影片中呢，这位斯特林医生呢，在发现心理治疗不足以帮助 Lizzie 的时候呢，就建议她吃抗抑郁药，恢复她的学习和写作能力。他推荐的药叫百忧解。现代精神药理学认为大脑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功能不足是忧郁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任何药能够增加血清素的功能，就能够缓解抑郁症的症状。百忧解呢，就是这样一个选择性的抑制血清素在神经突触的重吸收，加强了它在神经突触的浓度，从而提高了血清素神经传导的功能。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呢，任何精神药物都是和严重的副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生产这个药的药厂就请了一个广告公司，给这个药起了一个非常讨喜的名字，叫 Prozac。那么中文的翻译呢，就更讨喜，叫百忧解。大众对精神药物的抵触可以从 Lizzie 的反应看出来。当斯特林医生建议他吃百忧解的时候，他非常生气，认为过去的心理治疗都白做了，最后还是要靠药。其实呢，真正让他愤怒的是，接受药物治疗就证明自己过去试图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完全失败了。他去药店取药，感觉到药房呢就像一个毒品中心，医生呢就像毒品贩子，而病人呢就像毒品的成瘾者，出出进进，熙熙攘攘，这么多的人吃百忧解，所以呢，这个国家都好像是一个百忧解的国度，而美利坚合众国应该被叫做抑郁症合众国。的确，在2001年饮品爆荒的时候，美国有3亿个开百忧解的处方。为了能够继续学习和写作， Lizzie 呢不得不接受药物的治疗。影片中他对药物的作用做了非常精确的评估。我本来有一个人格，虽然不好，但是他是我自己。现在吃了药呢，他给了我另外一个人格，这个人格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儿，但他不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我应该做哪一个人。在药物的作用下呢，他悲伤的时候哭不出眼泪来，他从高楼往底下看的时候也不再有任何恐惧。药物呢，只是把我的症状给掩盖了，并没有解决它。所以呢，他一气之下呢，曾经一度跑到他医生家里的卫生间，打破了玻璃杯，要割腕自杀。很多人以为人自杀是在最抑郁的时候，其实不是。Lizzie 并不是在他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想自杀，而是在他吃药以后，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的时候想去自杀。这里面原因非常多，这就为什么在所有的抗抑郁药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黑框警告，就是年轻人吃抗抑郁药有可能增加他们自杀的风险。我们可以想象Lizzie 的精神康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药物呢，给了他一定的帮助，暂时包扎了他流血的伤口，而伤口的愈合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谢谢大家和我一起赏析《百忧解国度：年轻而又抑郁的美国人》这部电影。希望我们对抑郁症和抑郁症的病人有更好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帮助他们。希望大家在留言区提供你们的看法和建议，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点击小铃铛，不要错过我们以后的节目。